鸡蛋三明治，这样的、这样的和这样的，想吃哪个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要吃，而且要摞起来嗷呜嗷呜的吃。鸡蛋沙拉的传统做法是先把水煮蛋切碎，再放点蛋黄酱和了和了。那么有2个问题：第一，用来切蛋的菜刀和菜板你都要洗；第二，把蛋碎放到碗里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会洒一桌子，那就不如直接把生鸡蛋打到碗里，再用微波炉叮手，这样鸡蛋就由3个独立的个体变成了水乳交融的蛋饼，躺在碗里任人宰割了。挤上3、4坨蛋黄酱，再转上点盐和黑胡椒，完成。等等，也别高兴得太早，微波蛋也有2个问题。首先就是蛋黄和蛋白没有水煮蛋那么分明，其次微波加热蒸发了更多鸡蛋里的水分，所以口感上没有水煮蛋那么柔软顺滑。再来3个水煮蛋，美食阿婆煮的蛋怎么爆开了？闭嘴，美食阿婆连个蛋都爆坏了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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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以为煮蛋很简单，作为鸡的受精卵，鸡蛋里有一个给胚胎发育提供氧气的小气室，迅速受热使鸡蛋内部的气体来不及排出，就会导致蛋壳胀破。先把鸡蛋泡在凉水里，让它熟悉下水性，把蛋放入沸水之前，让它先适应适应，鸡蛋就会懂事的从蛋壳的小孔里把小气室里的气给排出来了。为了让蛋黄比较居中，边煮边搅和搅和，让蛋在锅中华丽的旋转跳跃。对了，为了轻松剥去蛋壳，可以事先在锅里倒几滴白醋，煮好的蛋也最好浸在凉水里晾凉。一番操作下来，蛋清蛋黄都乖乖地抱在一起，谁都没有鼓出来。剥皮后切半，噔噔噔噔，沸水下锅煮7分钟，就有了这3只蛋白吹弹可破、蛋黄微微流心的水煮蛋。为自己的高超厨艺暗自得意的喵爪马不停蹄地打起了蛋，咚咚咚咚，撒上日式浓汤宝调个味儿，再简单搅拌搅拌，蛋液就做好了。锅里刷油金灿灿，微微蛋液是油温，蛋液一道倒一半，为了层次勤搅拌，差不多了翻个面，翻，我再翻，算了，扒拉扒拉得了。把蛋扒拉到一块后推远点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补点油再接再厉，把蛋堆缠起来，确保新鲜蛋液大均的加入，1下、2下、3下，数不清缠了多少下之后，依然翻不了面，就这样反反复复，结果如图是做了个压得挺扎实的炒鸡蛋吧。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后，我重振旗鼓，重操旧业，重新站了起来。一开始蛋液只倒薄薄的一层，烤好后打散，再追加蛋液，轻薄的蛋饼给翻转工作大大减轻了负担。我翻，我再翻，成功！蛋饼越卷越大，翻转工作也越发艰辛，但机智如我，懂得利用筷子抄起蛋卷辅助翻转，多余的鸡蛋碎也可以直接吃了，低碳环保不浪费。但光顾着吃也可能错过了最佳翻转时机，结果蛋皮有点烧焦了。但相比上次进步明显，成果喜人，就是size吧，有点窄有点长，怎么说呢，不够吃。你不胖谁胖呀？嘘，说正事儿呢。其实第一次翻面就决定了厚蛋烧的尺寸，相比之前的2连翻，对折翻显然更大些。铲蛋卷时也把筷子张到最大，尽量一次铲起来，这样留下来的蛋饼更光滑，最后哪怕边缘处还没全熟，也关火出锅了。介意的同学可以补个30秒的微波炉，这样烙出来的厚蛋烧金黄软嫩，还有弹性。biu biu biu。那么喵爪一共烙了多少个厚蛋烧呢？就这些，你们自己数吧。美食 UP 的技术也不咋地呢。现在开始搭建三明治大厦，面包片作为大厦的钢筋铁骨，刷上黄油后再烤一下会更坚固，而且考虑到底层承重更重，烤的火候也更大。第一层不多说，马上千锤百炼下做好的厚蛋烧。第2层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，先搭上框架，再刷上水泥，看着基本稳定后撤掉多余的支撑材料，再加上一片面包，堆一些鸡蛋沙拉。这里用的是微波蛋，虽然口感上差了些，但胜在立体有形。楼顶驮个煎蛋，在里3层外3层的裹上保鲜膜，就这造型，这卡路里，不给点个赞说得过去吗？那么本期视频里一共用了多少个蛋呢？就这些，也不多吧。
虽然说好了要摞起来吃，但你看这高度对比，根本无从下嘴，只能分成2个吃。我是喵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